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下整根腿的一个形状特征。腹部横胯部的侧面，往下来是腿，然后是大腿内侧，大腿内侧下面的这条线和它有一个穿插关系，这穿插关系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缝降肌构成的。内侧骨啊偏圆偏鼓，外侧偏直，然后小腿的外侧弧度比较大。我们先从缝降肌下来结束的这个位置，把它接入胫骨的前缘，然后呢，胫骨的内侧有一个面儿，这个面儿呢叫皮下胫骨，它是没有被肌肉遮挡住的，它直接挨着皮肤，这块呢叫皮下胫骨。我们先把它顺着接下来，然后再从这个位置略低一些的位置，外侧高内侧低，从这个位置出来，弧度呢也偏小，这里就是腓肠肌的内侧式。从前面看它内侧一个形状特征，有的时候呢它会和下面这块肌肉呢有一个小小的小转折，那么这块呢就是比目鱼肌。然后小腿的弧度下来之后呢，它并不能一直顺着这个方向走，它还要有一个反向的弧，然后内侧呢也有一个反向的弧，反向的弧再往个反方向走，它就构成了脚踝。那么脚踝的话呢，外低内高啊，内侧高。脚踝掐住的这个地方就是足弓，这是脚，这是脚，这就是膝盖，这是耻骨联合。你看大腿的长度大致等于小腿加脚的长度，这是它的一个比例。然后形状的话呢，大腿最宽的地方不在大腿根部啊，下来之后它要往外鼓一点，然后呢内侧也是往外鼓一点。这个时候呢是外高内低，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。然后到脚踝反过来，大腿从上到下逐渐是变窄的。我们记住这几个主要弧度变化，就能够把一个腿画好了。然后这几个弧度呢是怎么来的？它的原因呢，咱们在解剖结构中也有讲。那么再来看一个侧视图。